因为我是被一辆这个警车撞的。我当时倒在地上，我都蒙圈了。我说怎么现在这个不戴头盔，这个处罚力度这么大吗？啊！掌声有请徐指导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叫徐指导啊。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啊，尤其在这个交通规则方面，因为我之前骑电驴被车撞过，就这个车祸它不严重，但猎奇啊，因为我是被一辆这个警车撞的。我当时倒在地上，我都蒙圈了。我说怎么现在这个不戴头盔，这个处罚力度这么大吗？啊！就你们都开始就地正法了是吧？当然人家也是不小心，但就周围都没有人敢扶我起来。这么年轻的逃犯啊！我说这种交通事故他能不能报警？咱别打个电话，他手机响了。我没敢报警，他把我抱上了警车，为了送我去医院啊，那个场面真的很诡异。我这边耳朵着地，摔的是血肉模糊，就那个画面，黑猫警长带着一只耳走了，你们见过？但我觉得我应该是这辈子唯一一次有机会坐警车了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啊。就阿烟他哥那种打架的事情，我从小到大啊只参与过一次，是被人骗去的。当时中学周末补习班下课，有个同学喊我一块儿去吃饭，我一下车发现10几个那种流氓混混就把我俩给包围了，我才明白这孙子是骗我过来帮他打架的，就很过分，让人没吃饭干体力活。我看那10几个彪形大汉，我说我这今天虽然吃不了，但好像要兜着走了啊。但我最生气的是对面10几个小混混，他就骗过来我一个人，这就意味着他的胜算不会增加1点，但是等会儿他的痛苦可以减少1半。就他这种做事方式，我瞬间就明白为什么他一个区初中生啊，会有10几个人想要打他。我在下车的第3秒就想背叛他，我想跟对面说：“你们要的这个人，我给你们带来了。”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对面这个混混老大，他一步走到我面前，用2根手指头重重的戳我，威胁我。他说：“不准动。”我当时感觉他会点穴，我一下就怂了，但我不想显得怂，所以我就鼓起勇气，用那种非常强硬的语气回应他。我回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，我说：“我不动。”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太震撼了。他们说：“你不动，你横啥呀？”就他们原计划应该是不准动，威胁我，我反抗，然后顺理成章开始对我进行殴打。结果我不动，我看着他们那个束手无策的样子，我就明白，就只要今天我不动，那我今天就不痛。但骗我来那个同伴，跟我性格不太一样。人家也不让他动，他立刻就还嘴，他说：“你别碰我。”这就意味着对面要开始碰他了。很快他就被摁在地上一顿暴打，这个场面是越来越诡异，10几个人在打他，我在旁边站着一动不动，我在给他们站岗一样。我俩组成了一种很高级的投降方法，就是他挨打，我替他立正。就我俩这个状态，旁边但凡再过来个路人，都得觉得，哎呦，这小伙子挺勇敢啊，就看热闹敢站这么近啊。我说我是不是得帮一帮他？但我发现以我的能力和胆量，我能给他提供的最大帮助，就是给他提供点眼神支持。我的眼神里是有语言的，我说这个加油啊，这个忍咱就不疼了。我甚至不敢说出来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嘴动它算不算动。打了足足2分多钟，他们都快打不动了。我那个同学被打的都快不动了，而我雷打不动。
我们一群人离远了看，感觉这个一堆 GIF 动图里面夹了一张 JPG 呀。那个混混老大打着打着一抬头，发现我怎么还在这站着呢？他接下来一句话彻底震碎了我当天的全部自尊。他说：“你要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”各位，就这句话，他在群架里面很难出现的呀。他代表着对你懦弱的肯定，他坚信你留下来什么用都没有。这句话打到脸上太屈辱了。你要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虽然我听完确实走了，但那个感受很真实。我那天到家就2个感受，就是屈辱啊，但是不痛。虽然身体不痛，但很快这点事儿班里几个男生就知道了。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在走廊里，每次看见我就那种嘲讽的语气跟我打招呼，看见我，哎，你会痛啊？更让我崩溃的是，班主任得知了打架这个事情以后的反应，他让我颜面扫地，他在全班同学面前通报表扬我，说徐某同学校外遭遇打架，对方一再挑衅，保持沉着冷静。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外号，我同桌从此喊我一战到底。我说实话，那几年受了点影响，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不太怂的人。直到去年得知一个消息，就是小时候骗我去打架的那个同学，在去年被抓了。我一听这个罪名，我就乐出声了啊！罪名是诈骗。我当时说，我这点事儿追诉期这么长吗？但我又听说那个不让我动的混混老大，其实也犯过一点小事儿，但警察来了以后把他放走了，因为他认错态度良好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他从我身上学到不少。警察来了以后不准动，我不动。啊，那你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我觉得相比之下，我是不是过得太平稳了一点？我在那个最中二、最容易因为男子气概上头的年纪，我在打架里面选择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不能动性啊。但这个性格也让我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不爱动的人一种宝贵的财产嘛啊，这就是我的不动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徐指导的表演。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感谢，谢谢。能感受到今年新人的这个能量哈，确实跟其实我细想，他这个跟你这个小故事好像就是2、3分钟的一个事儿，但是不是因为你站在那儿显得时间格外漫长，所以他其实翻了好多番是吧？而且我觉得跟第一轮的比较，可以说是又进了一层。首先我觉得那个徐指导讲话的声线啊，跟王建国特别像。长得也像是吗？还有。你小时候也看80后长大的是不是？我99的。啊，99的。那个，我看你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你小时候抱过我，知道吧？我和于博基本上是这个演员休息室里长得最老的2个人了，没有。真的就是，为什么现在的老师朋友们都这么成熟？包括他的尺寸、节奏。对，这于博大家说像张鹤伦，我之前收到一条观众 report 说我像高峰。所以我觉得那个，首先我觉得徐指导在台上我有一种亲切感啊。第二个是，我觉得他其实塑造了一个舞台上的人物形象，就是那种有点怂，然后有点深沉智慧，然后又就这种。其实默默的，好像偷偷的在观察全世界，然后保护自己的这种舞台人物形象，我觉得是很生动、很鲜明的。然后第三呢，我觉得你的语言节奏特别好，比如他光那个动还是不动，就那几个节奏，我觉得其实是围绕着一个动词，然后你把这个不动从头到尾的贯穿下来，所以我觉得你的语言节奏是特别的好的。谢谢。就其实那个他在表演的时候，他讲述的这些心理活动，他就在影视当中是一个时间静止。
对，就是比如说你要马上去做什么事儿了，然后这时候反复给你各种特写，然后你的 OS， 然后甚至说你的闪回，其实都在他那个刚才的那个表述当中，这个特别有意思。而且他刚才在讲这个事儿的话，就是你那个诈骗的那个同学那朋友，我一直在幻视翟佳宁，我就想的是老翟把你骗去了，然后他跟那挨打，你给旁边给他站岗，特别有画面感。翟哥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的，他要是真有这种事儿，他会告诉那个老徐，咱俩一块挨打去，就是他不会说咱俩吃饭去，然后让我在这挨打。咱俩一块干别人去。这10个人你还干谁呀？你要给你吃黄焖鸡，特别好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非常有画面感。谢谢。我特别喜欢，其实题材不在大小，也不管这个故事是什么样，它就是准确，它像白描似的，一笔一笔的画这么一个小圆圈，然后这个圆圈越画越小，但是每一笔都特别清晰，然后那个逻辑一点一点往里递进，我特别喜欢。关键是我觉得它就准确。他自己那个状态，他自己长得都准确，因为我从小到大，我认识的所有怂人都长这样。建国老师从小没少挨欺负呀，这个就是特别准确，就是栩栩如生，音容笑貌都是我的童年阴影。我才26啊，我特别棒，我特别喜欢啊！谢谢马东老师啊。其实我听了你这一段表演，我觉得心里面很崇拜。我觉得每一个站上台的喜剧人，就是大家在讲这个的时候，都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可能有的听了很心疼，就是他其实小时候就会被欺负嘛，那可是听了又想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级的智慧，真的谢谢你带来的这个表演。谢谢。你儿子到了已经可以跟别人动手的年纪了吗？我觉得我大儿子10岁了，是不是快了？10岁好像还没哦。快了，也许已经动过手了，你不知道。你大儿子，你希望他是那个趴地下那个，还是希望是站着不动的那个？啊，我希望他赶快跑。大林，你小时候是趴地下那个还是站着那个？我都是那，你要没啥事你先走吧。就是我真的，我哥们儿说打架去骂人，然后我说我跟你一块儿去啊，他说你先走，你先走，就我想助拳都不让我去，然后后来他们在这打，我就在操场外边围着看，我还想参加，就参加不了，人都看不上我。那马东老师你呢？你是走的还是？我压根儿就不去。我觉得徐指导这种类型的本子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很需要这样的本子。就它也像上一季小璐姐最后她拿出来的那个作品，就是叙述性的讲一个故事，哪怕它有的时候有些荒诞，有些夸张，但我觉得这也是脱口秀的一部分。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个很鲜明的观点表达，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强叙事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好，非常不错。文本，谢谢。主要我基本上只会写强叙事的段子，不是说只会，就是别的段子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写，就是其实也很羡慕。这句话有点骄傲，不是，我就会写这样的，我在说我的欠缺不足。我们去年那个文本双子星是于翔宇跟小罗，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们徐指导。别，这个要占据一席了，对不对？占据一席，还有另外一位零减7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到时候。不是，那于翔宇是陨落了吗？我们也在呢，他也来。怎么就不能是3颗星呢？非得是你们构成一个3体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嗨，朋友们，嗨，我叫于博。好，咱们狠人的叙事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是温情的家庭的内容。不是说他们2个结婚之后的家庭啊。我妈很传统的东北母亲，教育观念传统，到现在是那种干点什么都给你挑毛病的母亲，对她好的不行。今年母亲节给她买了个包，她说给妈妈买包，妈妈是开心的呀。但如果这个包是你自己做的，不是更有意义了吗？什么话？我大学在上海，又不是在莆田。这话听了我都后怕，因为我原计划打算给他打4000块钱，
即使打钱也这么说，给妈妈打钱，妈妈是开心的。但是如果那钱是你自己印的啊，那你就开心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从小教育观念相对传统，掌控感有点强。2010年左右，每天给我5毛钱。10年5毛，10年妈世博会都开完了5毛。然后和我说你省着点花。5毛。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小货币单元，他只要省着点就没有花，那叫攒着点花。这都不是每天都有，上学才有。兜里有5毛钱的小孩上学会自卑，5毛上学什么都干不了，5毛上学，我说你都不如少给我2毛，妈剩3毛我流浪呢。没有。我妈说：“妈不是不给你钱，妈就是把钱留给以后你去上海大城市买房的。”没买。但这句话是小时候拒绝我需求的理由。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想吃一只鸡。”没法。我说：“肯德基求你，不许吃啊！再给你那个首付吃没了。”啥玩意儿？吃只鸡给房子吃没了？吃那啥鸡呀？住房公鸡呀？不是，他就是可能攒1倍的钱付一套首付，说这房子就送你了。我说啊，那房贷呢？有人这么送礼吗？哥们23岁在上海还房贷，我必还不上，我必当老赖。我必赖，让我今天还房贷就花我前23年的毕生积蓄，还1个月，然后第2月在那房子里饿死。这是一套纯手工凶宅。我妈原话：“哎呦，房子越早买越好。”我说：“真事儿吗？那你要不10岁给我买吧，每天还5毛钱。”我确实有想过，我想当10岁的老赖，因为10岁老赖帅，23岁老赖就是社会的边缘分子。但你切记，10岁老赖没有人当过。10岁呀，同学们幼稚至极，体育课，哎，我当迪迦的召唤者，我往那一站就是失信的执行人。1个2个小奥特曼，小罗永浩。这个我和那同学就玩不到一块儿去啊！班级60个小孩去春游，就哥们儿1个人坐不了高铁。我妈很喜欢给自己的教育方式就扣一个帽子，叫很流行现在吃苦教育。妈是希望你把好日子留在后边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哎呦，这句话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不理解，因为我妈好像也不是这个观念，真的吃过苦的人不认同这个。谁吃过苦？我姥，当年河南自然灾害之后闯关东逃难来的黑龙江啊，这一路上吃尽了人间疾苦，对吗？他成为人上人了吗？他成为了一个东北人，他那脑子里就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念头，只有一个纳乌克热说你飘向北方。尤其我知道他没有过上好日子，因为这2年他经常和我说：“老希望你能上南方。”话里话外就是：“哎呀妈，老后悔了，当年呢走过了。”那帮的狡猾的人上人在北京就已经下车了。我能理解我妈，上一代希望下一代能替他们完成他们年轻未尽的遗憾。我问过我妈啊，你遗憾什么？她说：“哎呦，很遗憾当年家人没有给我买房，很遗憾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。”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中专毕业考不了研究生呢。”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人生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事争执过很长时间。我跟我妈说我不想读研，我妈因为我不读研这个事每一天打电话阴阳怪气，每一天一打电话我说妈怎么了？她妈能怎么？哎呦，妈不能怎么？妈就觉得哎呦，妈要是生了个研究生就好了。
啥话呀？那玩意儿是生出来的，咋生啊？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。他那理论都有点变态。这么说你现在还行啊，985本科还够用，但妈告诉你不用多5年，5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啊，都将被淘汰。我不知道今天幸存率大概有多少，但我调查过，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研究生和14亿淘汰者。99.5%以上的人叫什么淘汰？这叫灭绝。每次想到这儿更不想读研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，我们家得灭门。哥们儿是个孝子，不能独活。当我后来很坦诚，我和我妈说是真的，妈妈，我真的受不了高压的应试教育，真让我读研，我坚持不住，一定在第3年受不了，我直接就自杀了。第3年之后见着我就。我妈在这，妈第3年那就只能读2年半的专硕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苗瑞波，拜拜。